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极具智慧与洞察力的书《洞见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罗伯特·赖特 （Robert Wright），他是一位著名的进化心理学家、普利策奖得主，在心理学、哲学和进化论等领域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见解。《洞见》这本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那扇通往真实自我和世界本质的大门。它的价值不可估量，对于我们每一个在生活中迷茫、困惑、渴望找到人生方向和内心平静的人来说，它就像是一盏明灯。在如今这个快节奏、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常常被各种表象所迷惑，被情绪所左右，被欲望所驱使，而洞见能够让我们跳出这些束缚，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。它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，不再手足无措，而是能够运用书中所传授的智慧，从容应对。说到这里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自己？我们每天忙忙碌碌，追求着各种目标，金钱、地位、爱情等等，但我们是否停下来思考过，这些追求背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，还是为了填补内心深处的某种空虚？著名作家奥斯卡·瓦尔德 （Oscar Wilde） 曾说过，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，但能有人仰望星空。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，我们是否忘记了仰望星空，忘记了去探寻生命的真谛？洞见这本书就将带领我们一起仰望星空，去发现那些隐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深刻真理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洞见的世界。一、关于自我认知的洞见。洞见首先引导我们深入思考自我认知的问题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，但实际上，我们的自我认知往往是被各种偏见和触觉所扭曲的。作者指出，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定的机制，这些机制虽然在过去有助于我们的生存，但在现代社会却常常让我们陷入误区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我们的大脑有一种自我服务偏差的倾向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内在因素，如能力、努力等，而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，如运气、环境等。这种偏差使得我们无法客观地评估自己。例如，在工作中，当我们完成一个项目并取得成功时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天赋异禀，能力超群，而忽略了团队合作、领导支持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等因素。而当项目失败时，我们则可能会抱怨市场不景气、团队成员不配合等外部因素，而没有真正反思自己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不足。此外，我们的大脑还存在着确认偏误，我们更愿意接受那些与我们现有信念相符的信息，而忽视或排斥与之相反的信息。这就导致我们的认知体系变得越来越固化，难以接受新的观点和想法。比如，一个坚信某种投资策略的人，在面对相反的投资建议和市场数据时，往往会选择忽视这些信息，继续坚持自己的策略。其实这些策略已经多次被证明是错误的。那么，如何克服这些认知偏差，更准确地认识自己呢？洞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自我反思，每天花一些时间回顾自己一天的行为和决策，分析其中的原因和结果，不要被情绪左右，要尽量客观地看待自己。例如，在一天结束时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：我今天做了哪些决策？这些决策是基于什么理由做出的？这些决策带来了哪些结果？这些结果是否与我的预期相符？如果不相符，原因是什么？其次，我们要积极寻求他人的反馈。他人的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的看法，帮助我们发现自己的盲点。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、同事或家人，向他们询问对我们自身行为和决策的看法。当然，在接受反馈时，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要急于反驳或辩解。最后，我们要不断学习和接触新的知识和观点，通过阅读、参加培训、与不同背景的人交流等方式，拓宽自己的视野，丰富自己的认知体系。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容易接受新的想法，修正自己的错误认知。当我们能够更准确地认识自己时，我们将获得诸多好处。我们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，避免自己的劣势。在职业发展中，我们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和岗位，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取得更大的成就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期望，与他人建立更健康、更和谐的关系。二、关于情绪管理的洞见。情绪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但它也常常是我们痛苦的根源。洞见深入探讨了情绪的本质以及如何有效地管理情绪。作者认为，情绪并非是我们对外部事件的直接反应，而是我们大脑对事件的解读和评价的结果。根据情绪认知理论，我们的情绪是由我们对事件的认知评价所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同一事件，在不同的人看来，可能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反应。例如，面对一次考试失败，一个人可能认为这是自己能力不足的表现，
从而感到沮丧和失落；而另一个人可能认为这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从中吸取教训，反而感到兴奋和充满动力。此外，大脑中的杏仁核在情绪的产生和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。杏仁核负责快速处理与情绪相关的刺激，当它被激活时，会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反应，如心跳加速、血压升高、焦虑等。然而，杏仁核的反应往往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和本能，而不是对当前事件的理性分析。这就导致我们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，容易产生过度的情绪反应。为了更好地管理情绪，洞见建议我们学会识别和理解自己的情绪。当情绪产生时，我们要及时察觉，并尝试分析情绪产生的原因。例如，当我们感到愤怒时，我们可以问自己：我为什么感到愤怒？是某个人的行为触犯了我，还是我内心深处的某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？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反应模式。同时，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情绪调节技巧，如深呼吸、冥想、运动等。当我们感到情绪激动时，深呼吸可以帮助我们平静下来；冥想可以让我们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；运动则可以释放压力，改善情绪状态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尝试改变对事件的认知评价。当我们遇到挫折时，不要一味地沉浸在负面情绪中，而是要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。例如，当我们失业时，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重新审视自己职业发展方向的机会，而不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。有效的管理情绪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。我们可以保持更稳定的情绪状态，避免情绪失控带来的负面影响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处理与他人的冲突，建立更融洽的关系。在工作中，我们可以更冷静地应对各种挑战，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质量。3. 关于人际关系处理的洞见。人际关系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但也是我们常常感到困惑和烦恼的领域。洞见从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了人际关系背后的奥秘，并为我们提供了改善人际关系的方法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的大脑有一种镜像神经元的机制，这种机制使得我们能够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情感和行为。当我们看到他人微笑时，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，让我们也感到快乐；而当我们看到他人痛苦时，我们也会感到同情和难过。然而，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需求和感受，而忽视了他人的感受，这就导致了人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。此外，我们的大脑还存在着自我中心偏差，我们倾向于以自己的视角去看待问题，认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是唯一正确的。这种偏差使得我们在与他人交流时，难以真正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想法。例如，在一场争论中，我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观点，而没有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。即使对方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，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自我中心偏差而忽视它。为了改善人际关系，洞见建议我们学会换位思考。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，要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。例如，在与伴侣发生争吵时，我们可以试着想象自己处于对方的位置，感受对方的心情，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观点，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学会倾听。在与他人交流时，要给予对方充分的关注，认真倾听对方的讲话，不要轻易打断或插话。倾听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对方的想法，更是为了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和关心。当我们认真倾听他人时，对方会感到被重视，从而更愿意与我们建立更深入的关系。另外，我们还可以用一些积极的沟通技巧，如表达感激、给予赞美等。当我们对他人表达感激时，可以让对方感到温暖和满足；当我们给予他人赞美时，可以增强对方的自信心和自尊心。这些积极的互动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，改善人际关系。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，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支持和安慰，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不再孤单。在工作中，它可以促进团队合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；在社交场合，它可以让我们结识更多的朋友，拓展我们的人脉。4. 关于人生意义的洞见。人生意义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，也是洞见这本书的核心主题之一。作者认为，人生的意义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答案，而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不断探索和创造的结果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类有一种寻求意义的本能，我们渴望理解自己存在的目的和价值，这种渴望驱动着我们去探索人生的意义。然而，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、价值观和信仰都不同，因此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也各不相同。此外，大脑中的前额叶皮层在我们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前额叶皮层负责高级认知功能，如推理、决策、计划等。当我们思考人生意义时，前额叶皮层会对各种信息进行整合和分析，帮助我们形成对人生意义的理解。但是，前额叶皮层的功能也会受到情绪、压力等因素的影响，
这使得我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。那么，如何在生活中探索和创造人生的意义呢？洞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。价值观是我们对事物价值的判断和取向，它是我们行动的指南。目标则是我们想要实现的具体成果，它是我们前进的动力。当我们明确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时，我们就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人生方向，从而在生活中做出更有意义的选择。其次，我们要关注当下，活在当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是忙于追求未来的目标，而忽略了当下的生活。然而，人生的意义并非只存在于未来的某个时刻，而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。当我们关注当下，活在当下时，我们可以更充分地体验生活的美好，感受生命的活力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一些小的习惯，如冥想、瑜伽、阅读等。这些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关注当下，享受生活。最后，我们要积极地与他人建立联系，为他人做出贡献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他人的支持和帮助。当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，为他人做出贡献时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。例如，我们可以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，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我们也可以在工作中与同事合作，共同完成一些有意义的项目。探索和创造人生的意义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。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，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。在生活中，它可以让我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，享受生活的美好。在人生道路上，它可以指引我们走向更加充实、更加有意义的人生。洞见这本书就像是一座宝藏，蕴含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自我、情绪、人际关系和人生意。通过学习书中的这些洞见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，理解他人，理解这个世界。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认真阅读洞见，并将书中的习惯运用到生活中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运用这些习惯时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会变得更加自信，更加冷静，更加理智。你的人际关系会更加和谐，你的人生会更加充实，更加有意义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于控制外部世界，而是来自于掌控自己的内心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掌控自己的内心，开启更加美好的生活。谢谢大家。